无论是跑者还是骑车人士，时时刻刻都需要对环境保持警觉。孙多为此而推出了全新的骨传导 Bone Conduction 耳机孙多 Aqualite， 而且这次还特别照顾了游泳爱好者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孙多 Aqualite 的开箱以及测评。其实我已经用了好一阵子，这一只耳机是在今年2025年3月20日全球同步正式发售。在这里呢，要非常感谢孙多 Malaysia 在产品还没有正式发布之前，就已经安排了孙多 Aqualite 给我测试使用，让我第一时间能够体验到全新的孙多骨传导耳机。在这一支影片，我所分享的都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以及心得，绝对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涉之下所制作的。现在我就给大家开箱这一款孙多 Aqualite。首先先拆掉它的包装，拆掉包装过后，你就可以发现孙多 Aqualite 的黑色盒子，然后它表面上有打印着孙多的这个字眼。然后我们打开，这个打开的方式呢，就好像打开一本书一样。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孙多Aqualite 的耳机，这边呢就有充电线，在上面这边呢就有说明书。这一次孙多非常贴心，上面有打印孙多的字眼，然后后面有打印上 Adventure Starts Here。这个耳机带的质感非常好，不像普通的那种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见这个耳机的颜色就是海蓝色，就是他们这一次孙多 Aqualite 所主打的颜色。耳机的旁边呢，可以看见它的充电头，充电的时候就是这样贴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充电头的另外一端呢是 Type-C 的，也就是说这个耳机呢它是支持快充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先放一边，重点是在讲这个耳机。就像孙多为它取的名字孙多 Aqualite。Aqua 代表呢 IP68 的防水，游泳的时候也可以佩戴。Light 呢则是手感非常的轻，因为这个耳机只有31 gram。除了支持蓝牙以外呢，这一个耳机呢也有32GB 的内存，也支持 offline 音乐。其中最大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游泳的时候蓝牙信号是穿透不了水的，所以必须要有内存的音乐才能使用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像我平时跑步是不带手机的，所以也可以方便用上 offline music。虽然说现在的 GPS 手表呢都有支持蓝牙音乐播放，可是当你用上的时候，手表就会比较耗电。有内存我还是觉得挺加分的。耳机的电池续航呢是10个小时。我觉得它绝对足够你跑完1到3场的全马。那在我还没有聊更多关于孙多 Aqualite 的实际佩戴感受之前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骨传导耳机。骨传导耳机英文也叫做 Bone Conduction Earphones， 是一种利用骨传导技术来传递声音的耳机。它和我们平时用的入耳式耳机或者是头戴式耳机呢是有所不同的，不是透过空气把声音传导到耳朵里面，而是通过靠近耳朵的骨头上，直接将声音传导到你的耳内，绕过了耳膜，听起来就像一个黑科技。可是骨传导耳机呢，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了。只是近年来，骨传导耳机 Bone Conduction Earphone 在跑步圈内或者骑行圈内开始普及化。那我本身呢，主要是在跑步训练的时候都会佩戴耳机，尤其像是我个人的训练或者是长距离训练，更加需要音乐的陪伴。我告诉你们哦，跑步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运动，它需要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，不像其他的运动，比如说羽毛球、篮球，你可以跟朋友有个互动。那跑步除了周末可以安排跟朋友一起跑 LSD 以外，很多时候都是个人的训练。那骨传导耳机呢，像是这个孙多 Aqualite 呢，最大的好处首先是耳机是不入耳的，当你戴上去的时候，你的耳道是可以看见的，是开通的，所以你可以听见周围的环境，提高了你的警觉性以及自身的安全。那在另外一边呢，就有我的 Sony 的耳机，这个也是运动耳机来的。这个耳机我已经佩戴了8年左右，可以看见这一个耳机是长这样的。传统的入耳式耳机呢，佩戴的时候它会降低你对环境的警觉性，因为它是入耳式的关系，所以你会听不见周遭的环境声音。尤其当你把音量提高的时候，你会更加难注意到四周的环境所发生的事物。有时候车辆在你旁边经过的时候，你都会察觉不到。那像我现在戴着的这个开放式的耳机呢，
它就让你比较容易警觉身边的事物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道路上跑步，更加需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通常我们在日出以前就会开始跑步，因为你知道咯，马来西亚这么晒，当你日出过后才来跑步是非常热的。那尤其是像长距离训练，因为日出后实在是太热了。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有发生几宗不幸的跑者呢与车辆呢有意外，导致跑者受伤或者是丧命等。那有些是跑者自己的疏忽、自己的问题，有一些则是司机的问题。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高自身的警觉性，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讲一讲它的佩戴舒适性。我本身平时跑步的时候是有佩戴眼镜，也有佩戴帽子。那现在加上这个耳机，我觉得순도 Aqualight不会压耳，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感觉到痛。跑动的时候其实它也没有给我晃动的感觉，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它也非常的轻。佩戴的时候你也不会察觉它的存在，因为这个耳机只有31 gram。那相反的，我的这一个旧的索尼耳机呢，当你佩戴超过1个小时的时候，你的耳道就会开始感觉疼痛。我是讲真哦，因为它是入耳式的嘛。当你佩戴久了过后，它会压着你的耳道。当你跑 LSD 超过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的时候，你的耳道就会开始痛。整体的体验呢就没有像开放式的那么好，而且这个耳机也会比开放式的来得重。那第3点呢，我喜欢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的续航时间比较长，我不需要频繁的去充电。10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已经足够应付我的1周5到6天的训练，而且支持快充。根据官网呢，5分钟的充电就能续航3个小时。我喜欢순도 Aqualight的第4点呢，就是它有 IP68 的防水。所以当你在游泳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直接佩戴的，而且你不需要担心。除了有 IP68 可以防水，它也有水下模式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佩戴这个순도 Aqualight耳机的时候，你去到泳池，你一下水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切换到水下模式。而且当你在水下模式的时候，你听起来那个音乐的音质会更加的好，更加的清晰，相比起普通模式。所以我觉得순도这一次也特别照顾了游泳爱好者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游泳的时候，同一时间你也可以享受音乐。但是骨传导耳机呢，有几个大挑战需要应对。第一，就是它的音质比入耳式的会来得弱。这一款순도 Aqualight，说实话，比起순도之前所推出的耳机呢，我觉得它的音质有着非常大的提升。但是如果你要比起我的Sony入耳式耳机呢，这一个순도耳机呢还是处于劣势。毕竟开放式耳机没有入耳式耳机的那个沉浸感。除此之外呢，순도 Aqualight在漏音这方面呢处理得非常好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把耳机的音量提高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是听不见你听什么音乐的。那第2的挑战呢，就是震动感。毕竟骨传导耳机呢，就是透过震动把音乐传入你的耳内，所以震动感呢是无法避免的。厂商呢只能把它优化以及降低震动，同时提高它的音量和音质。我有尝试过其他更加便宜的骨传导耳机，当你把音量提高的时候，震动感就非常的明显，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。那这一个순도 Aqualight呢，在这一方面呢控制得非常好。当你把音量设在58%左右的时候，震动感对我来说是不明显的，而且也不会不舒服。那순도 Aqualight这一个耳机呢，在马来西亚的售价呢是699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那么贵一个耳机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想呢就不会贵了。首先，你的跑步鞋到底花了多少钱？跑步鞋还有分缓震跑步鞋啦、竞训跑步鞋啦、竞赛跑步鞋啦，有碳板的啦，没有碳板的啦。而且一双只能穿600公里，最多也是1000公里左右。可是当你投资一个好的耳机的时候，你可以日常佩戴超过2年、4年，或者是像我这一个索尼耳机陪伴了我8年，我觉得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票价。只可惜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最终这个入耳式的耳机还是要被开放式的骨传导耳机替代。就好像我们以前用的手机是黑白荧幕的，或者是有按键的，那现在呢，所有的手机呢都是触屏的，然后你的荧幕是很大的。那一个产品呢会随着时代而变化。就像我这个入耳式的耳机呢，现在大多数都已经被这个开放式的骨传导耳机而代替了。总结来说，这一款순도 Aqualight的产品呢，是辅助我们日常训练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。如果你是跑步、骑行、游泳，或者是玩铁人三项的，想要用音乐来陪伴你抵抗孤单，你可以尝试这一款순도 Aqualight。那这一集的开箱测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